Hello Hello， 胖妮儿来喽！太后，太后，春雨书和馆走水了。人都没事吧？其他人都没事，淑妃娘娘把自己关在了殿里。她什么？胖妮继续讲《如懿传》。在上一期影片的最后，胖妮提到淑妃和如懿蹉跎一生，虽败犹荣，但是这个荣与他们自己和太后相关，唯独与皇上无关。这一期咱们就来谈一谈，为什么如懿虽败犹荣的荣与皇帝无关呢？在此之前，胖妮经常看到有人将《如懿传》和《甄嬛传》做比较，说《甄嬛传》中的四郎比《如懿传》中的扎龙对妃嫔要仁慈，所以甄嬛能得善终，如懿不能。然而《甄嬛传》中，甄嬛当着皇上的面做的最出格的事情是什么？不过是无意中穿了纯元的故衣，就换来了皇上的雷霆之怒。四郎后宫佳丽数不尽，有谁敢替皇上做决定？有谁敢在皇上面前提了建议，被皇上岔开话题之后，步步紧逼，嘟着嘴撒娇喊皇上？《如懿传》中的如懿却敢这么做，且不是一次，而是多次。皇上刚登基和太后闹矛盾时，如懿以为皇上好为名前去劝解，看似旁敲侧击，实则固执己见，最后还是皇上做了让步，答应了他的请求。当时皇上提到自己心中有件事放不下，刚一提到朕的生母，如懿立即打断说，皇上的生母只有太后，她现在驻寿康宫，等着皇上接她驻慈宁宫。转年春天，如懿过生日，皇上满心欢喜为她庆生，先是赠她并蒂金钗，后亲自来为她贺寿，嘴上说的都是吉利话。这本应该是一个浓情蜜意的夜晚，如懿却突然跪下来求皇上给她过世的生母李金贵一个名分。皇上一再压着怒气，想要转移话题，如懿却长跪不起，大有不达目的不罢休之势，气得皇上大声咆哮，转身而去。站在皇上的角度来考虑这件事，如懿此举有3过。第一过，不合时宜。你过生日，我花心思送了礼物，又前去陪着你吃饭，大家高高兴兴的不好吗？明知道生母是我心中的痛，你还偏要提。有谁满心热情的时候被人当头浇一盆冰水，心里会高兴？第二过，专横武断。当初我提生母，还没说要给她名分，只是吐露心声，你就打断我。今天你又借着向我讨要生日礼物的名头，自己就是重提。合着该不该提生母，只有你这个儿媳说了算，我身为亲儿子，贵为皇上，就没有发言权吗？第3过，自以为是。我是天子，不说是整个国家最聪明的人，相比于你们后宫这些妇人而言，我的格局，我的眼界，我所要权衡的利弊，是你们所能企及的。我的心意更加不需要别人来揣测。你3番5次干扰我的决定，事事争先，是想说明我能力不足吗？今天你又跪在地上求我，求的竟是让我尽孝心，是想说明我不孝顺，合着你最孝顺是吗？这样想来，皇上冷着如懿，并不是不敢面对自己的内心，而是真正的生气了。咱们站在局外人的角度来看，如懿做的也的确欠稳妥。皇上当时虽然坐在龙椅上，但他走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太后的支持。在后宫，太后掌管大局；在前朝，太后也有自己的势力。正因为如此，皇上和太后有矛盾的时候，皇上不让太后进慈宁宫，用的是慈宁宫在修缮的借口。与此同时，也真正找来匠人，把慈宁宫打造得无比华贵，使太后住进去之后赞不绝口。皇上不是太后亲生这件事，不仅是皇上心头的一根刺，也是太后的心头刺。生母李金贵就像横在皇上和太后之间的一堵墙，使2个人都因为看不清对方而缺少安全感。皇上登基还没多久，就要追封李金贵，太后心里会怎么想？大臣会不会对皇上的身世议论纷纷？朝局会不会因此不稳？生母李金贵不是不能追封，是当下绝非最佳时机。这些如懿似乎都没想过，她只是主观地认为皇上现在该对生母尽孝心了。我在生日时不要钱财，不要珠宝华服，只要替皇上解忧，看我多爱皇上，多懂事啊。最后
皇上也采纳了如意的建议。如意听闻这个消息之后，喜上眉梢，她自认为自己兵出险招是值得的，终于帮助皇上了了一桩心事。但胖妮个人认为，这又是如意的自作多情。不管扎龙后面有多渣，在前期，他对如意的感情还是很深厚的。在如意和皇上意见不合的时候，皇上也是愿意看在深厚感情的份上让步的。然而，即使让步，心中自有无奈和不甘。且不说皇上是否真的会因为如意一次又一次的自以为是而心生芥蒂，就如意本身而言，有了前面2次替皇上做决定成功的经验，这更催生了他的自信，以至于后面和皇上相处时，总是以为皇上好为名，动辄下跪逼着皇上听话，连拐着弯暗地里劝都不会，每每都闹到人尽皆知，不可收拾。如意在太后眼里是个好儿媳，在海兰眼里是好姐姐，在儿子眼里是好额娘，在凌云彻眼里是好知己，在颖妃、容妃眼里也是好皇后，唯独在她一见之君即断肠的皇上眼里，却是一个不知如何定位的存在。因为如意的强势和任性，只有在心爱的人面前才会显露，使被他爱上的人不得不生活在一种高压状态下。当然，胖妮今天并不是为剧版《如懿传》中的皇上洗白，她在后期的一些做法的确很渣。不过，如懿与皇上的最终的决裂，是2个人共同作用的结果。在如懿和皇上这段关系里，皇上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，对普通人没有借鉴意义。倒是如懿，对咱们普通人来说是个警醒，时刻提醒着我们，越是看重一段感情，越是不要用为你好来绑架对方。真正健康的爱，是让自己去做自己，把别人还给别人，让花是花，让树成树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，订阅胖妮，下期更精彩。